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憨吉，欢迎来到这一期的单品美学。要来介绍一款赛博朋克风格的 RPG， 由 Hypetrain Digital 发行，由 Romantic 开发，采用了现代化像素风格的游戏 Jack Move。当初被游戏的像素艺术风格所吸引，在游玩将近10个小时之后通关。我可以告诉大家，这是一款短小精干且有趣的游戏。Jack Move 在全平台上皆有发售。你现在看到的影片是来自 PC 版的游戏画面。游戏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由 Monami 公司所控制的另类赛博朋克未来。在这个世界中，我们所扮演的主角是名叫 Noah 的骇客，他和朋友 Ryder 一起从事了非法工作，比如骇客攻击和骇客入侵，借此来赚取生活费用。当然，这并不是正经的工作，但他们自己也有一定的道德标准，只针对大型的公司。游戏的故事很快带到了 Noah 的家庭背景中，从剧情上理解 Noah 与父亲疏远的原因，再带到对 Noah 家庭有兴趣的大公司 Monami。Monami 正在寻找 Noah 父亲的技术，这样技术很有可能改变人类未来的命运。Noah 将与 Monami 对抗，并且保护父亲的研究。随着剧情的发展，揭开该公司最终的目标和事件背后的真相。游戏中所提及的一些事件，我们并不会亲身经历，所以对角色的情感投入并不会太深。剧情刻画上还是会吸引我想要继续看下去。但是如果能够再多花些时间设置情节与角色，故事将更有影响力，玩家也更能投入在游戏角色的情感之中。我个人很喜欢这个游戏世界，有很多角色可以互动，当然也有一些支线任务，剧情中不乏有着讨喜的人物支持着主角，像我就很喜欢看开酒吧的龟蝇舅舅和主角诺亚之间的对话。游戏在美术风格的展示、角色像素例会到游戏像素场景所呈现的氛围都非常的精致，但可惜的是 Jack Move 的整体游戏时长较短，游戏世界较小，场景地图数量不多，但设计精良，有贫民窟、一般城市、河流、秘密实验室、废料区等等区域。我特别喜欢贫民窟区域的灯光照明效果，这些游戏场景画面会让我不禁想要停下来多看几眼精致的像素绘制。若有机会，制作团队能以相同的像素艺术风格创造一个更大的世界，我相信那一定会是很棒的艺术作品。另外在音乐的部分，整体混合了 Lo-Fi 节拍和具有活力的音乐。战斗方面的音乐长期听下来虽然显得有点单调，不够多样化，而且游戏的音乐大多数没有跟着角色的情感变化而发展，我觉得这是稍微可惜的地方。但仍然也有非常棒的曲目，例如走在城镇里，甚至探索不同迷宫地图的日常型音乐，搭配起视觉像素的表现，会显得赏心悦目。游戏在玩法方面是传统的回合制 RPG， 与其他 RPG 的不同之处在于，我们所操作的角色就只有 Noah 一个人，也就是说不会有队友的存在。游戏的战斗是采暗雷御敌回合制战斗，我们可以控制遭遇战斗的频率，但通常还是建议使用默认的频率，避免未来等级过低。对我而言，在跑支线任务时，将御敌频率关闭是很方便的，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哦。战斗算是有趣且蛮简单理解的。我们有基本攻击，每个技能攻击都有对应到某种元素，比如施剑、赛博剑、电子剑。敌人有其相应的弱点，需要针对弱点发动攻击。战斗中也可以使用道具，并且在战斗中随时能够花费回合数重新安装所需要的软体技能。玩家装备的软体、硬体选择将决定战斗的难易度。有时候我们需要调整不同的配置来面对强大的敌人。让我们来详细说明一下战斗界面的内容，并将其转化为 RPG 术语给大家参考。在战斗中，你可以骇客攻击敌人，相当于普通攻击；执行软体，相当于 RPG 中的技能；
安装便是在该回合内调整自己要装备的软体技能。更新档是指使用道具。快取是指这回合先防御，并延迟行动到下次的回合。装备软体相当于其他 RPG 中的装备和饰品。我们的特殊技能奥义 Jack Move， 也就是游戏的标题名称，可以在填满 Jack Move 计量表后启动。发动时要按照萤幕所表示的按钮进行简单的 QTE 环节，即使按错了也没有关系，奥义也还是会发动，只是攻击稍微低了一点。如前所述，软体允许你发动元素攻击，那我们就必须获得软体装进记忆体插槽才可以使用。一开始有3个记忆体插槽，但这还不够，因为大多数攻击性软体都需要2个以上的插槽。在前期，我们可以在战斗中消耗1个回合来更换软体。游戏早期给我们的建议是，在战斗中使用防御，这会让你防御1回合，并且在之后获得2次的连续回合，让我们可以立刻安装新的软体并且使用它。在硬体方面，你有3个插槽，开始时只有1个解锁，和软体一样，也可以在商店中购买扩展硬体的插槽，但我们必须明智地选择自己所要安装的软体和硬体。基于每个敌人的属性不同，玩家可以多用不同的方式自定义 Noah， 这便是 Jack Move 战斗中最精妙的部分。另外，不用担心钱不够用，在经过几个小时的游戏之后，我的钱已经多到花不完，到商店购买软体和硬体都可以随心所欲。Jack Move 对我而言虽然有一些缺点，但它仍然是一款不错的游戏。它有有趣的回合制战斗系统，艺术风格和音乐的渲染之下，造就了独特的氛围。游戏时长较短的特色反而是一种优势。通常 RPG 都是长至50小时以上的作品，有时快速的以1-2天通关一款游戏也是不错的体验的。我很高兴发现了这款游戏，并且体验了它。凭借其独特的像素艺术赛博朋克美学，有特色的音乐和特别的战斗玩法。Noah 的战术间谍骇客冒险，我会想要推荐给 RPG 的爱好者。以上内容是我对 Jack Move 的评论和心得，我也想知道大家的想法，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发表你们的意见，让我们来讨论一下。如果你喜欢 RPG、日本游戏和这些独立小众游戏，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，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